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视频呢，它不是讲美容养生的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秋冬季节做的小手工。如果你和我一样很喜欢缝纫，或者是很喜欢臭美，喜欢创造自己的时尚，那这个视频就再合适你不过了。相反，如果你对这个视频话题不感兴趣，可以到我的主页里看一看我其他关于养生抗老护肤生活的视频，好吗？那现在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了。先分享几个比较简单的 T 恤、上衣、短袖。其实我短袖做了好多，有几件实在是夏天的穿的找不到了。这个秋冬也是可以穿的，因为夏天来讲的话，它这个是比较高领的、无边的、无痕的。这个袖子呢是做了一个小飞袖，边就是做了一个小锁边儿。非常简单，然后不做作，很不喜欢就是被拘束、被紧紧的这种感觉。我还是追求一些比较自然、比较能够放松的，就还是有欲望感的，知道吗，姐妹们？配一个牛仔裤上身，我还没有在任何的品牌里面有看到建议我自己购物的狭隘性，我还没有发现其他和我有一模一样样式的。那么这个颜色呢，它是属于比那种大红色要发深，然后有点蓝调在里面的，非常的台气色，搭配一个牛仔裤或者是那种 sweatpants， 就是又松弛又无所畏惧的这种感觉。那这个版型呢，跟刚才那个版型是一样的，无痕的这样的半高领，塑身特别的好，弹性特别的大，而且它非常的薄，就是你穿在里面当打底也可以，肤感特别的舒服。所以我买了这块布料之后，还做了一个这个。这两个是一块布料，本身我是打算用这块布料做一个紧身的长裙，但是由于身材实在不允许，没有这个前凸，也没有后翘，只有中凸这一块哈，所以我就放弃了，就把它做成上衣了。那这个呢是一个翻领的，然后配牛仔裤，露出来一字肩，它这个红非常的正，大家看看，还有一个灰色的。这个就可以翻得很大，比如说你可以配一个长裙或者是牛仔裤，而且在这边来讲的话，穿这样子露肩的衣服，其实没有人会 care 你，没人会管你穿什么。一些比较正规的这种场合，又不想穿的太过于隆重的话，然后穿个这个，穿个西裤啊，或者穿一个裙子也是非常好的搭配。然后这个呢，就是做的是一个一字领的长裙，这边应该是正，它是属于一字领，然后带一点点荡领感觉的。你可以正肩，你也可以斜肩。袖子是单层的，颜色比较浅，中间呢双面都是做的双层。小的 party 啊，秋冬季节外面套个大衣啊，都是不错选择。哪怕夏天，因为在温哥华，它夏天也不是特别的热长袖我认为比短袖的实用率会更高一些。圆领。小上衣，这个面料应该是竹纤维的，透气性非常的强。我现在是贴身的衣物呢，尽可能去选择天然。我认为你的化学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它不仅仅是会有微塑料哈，这都不用讲了哈。所有的服装你只要不是天然的，都会有微塑料，只不过我们自己。可能一时半会儿感受不到，然后也看不见，咱们就误以为它不存在，其实都存在。但是目前没有办法，咱们谁也逃脱不了，只能说贴身的东西都尽可能的选择比较天然的。除此之外呢，因为我自己还是刚才说的比较信奉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动物、人和植物这样子的关系是存在一定的。你说是电磁场也好啊，你说是某种的交流也罢哈，就是我相信身体会散发出来电磁场或者是 whatever 什么东西哈，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科学家也没有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玩意儿是存在的，所以我也尽可能的去让自己更贴近大自然，更与大自然有一个交汇。不多说了，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去选择相对来讲天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去选择去做一件衣服的时候，除了美观之外，你也可以决定面料和辅料这些材质的选择。做了几条这样子的羊毛裤，还有一条羊毛裤我把它洗坏了，这个也是一个羊毛裤，但它的含毛量就没有那个特别的高，就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好伺候一些，而且它也是不起球的，因为羊毛含的越多，其实它就越容易起球，这点也很讨厌。那这个是一个人字格的，它既可以穿比如说板鞋呀，也可以穿尖头的高跟鞋，跟刚才那几款上衣都是可以搭配的，然后既可以当休闲，又可以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来穿。它是属于两片式的，就中间没有剪裁的这样子很简单的这样阔腿裤，然后上面只是一个松紧腰，特别的简单制作。你看它就是两片，衣服的版型都是我自己去画的，所以学缝纫给自己做衣服，好处就是说你做的东西都非常的合体，因为你是量体裁剪嘛，稍微花点时间在这个上面，
每个人都可以很轻松的上手。当然也有卖一些纸样，那么我建议纸样大家可以买一些基本款，翻来覆去可以怎么都可以用。哎，你不管做什么衣服，你稍微加一修改，你就可以拿这个纸样用。不要去买特别花里胡哨的纸样，因为花里胡哨这些东西都是不长久的，对不对？接下来是我织的一块羊毛衫儿。大毛衣计划是给我老公的，但是呢，他嫌太厚了，外面穿棉袄也不能穿。然后我自己试了试，我也可以穿。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只有我把它穿出门。我也是2件棉袄，这个棉衣呢，其实在我视频里面都有跟大家展示过。小视频里面有时候在外面随便拍的时候就穿的这个棉袄，这个是行缝的，是我自己缝的，就是你买一个面料，然后里面买个夹棉，你从这个面料上自己画线自己缝。那这个面料呢是咱们中国的，这边的布料店很多印花都是欧洲的印花，这个印花呢就是非常有中国特色，它就喜上眉梢嘛。里面呢是纯棉的绒布，非常的舒服，穿上去很暖和，然后也很软和，就可以把它当成个小毯子裹在身上，这样感觉。而且这个走在街上真的是超级炸街。那这个行缝的面料在打折的时候，我买的时候，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想好做什么，我只是觉得比较花里胡哨的，做个包啊，做什么东西。做完那个花棉袄之后，我觉得我想以这个行缝做一个稍微比较中国特色，稍微有点时尚的东西，所以我就给它做了一个短款的小棉袄，然后上面有2个棉的兜。里面也是这样子的绒布，特别的舒服，下面是松紧的，然后这个是带一个红色的拉链。其实下面本身我还剪了一条裙子，但是那个裙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穿不上了，打算把它改成其他的东西。接下来就是几套在家穿的家居服，这套家居服呢是我在加拿大淘宝游加拿大的时候299的时候买了几套家居服。我买完之后我就特别的后悔，大家在视频里面看也知道，这个就显得特别的粗壮。然后呢，我就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翻小视频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博主其实身材蛮好的，很瘦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穿上这种家居服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土感跟强壮感啊。我就自己上手，自己打扮真的特别显瘦。我首先做的是这一套花花的，因为我觉得在外面吧，迫不得已，有些场合，大部分场合你要穿的素一些。那么家里呢，我就希望是一个比较活泼的这种氛围，尤其是就我老公这个人，他就不那么活泼嘛，我受不了在家里氛围是种沉闷感。我大部分在家的家居服，你看，包括这一件，我都会选择颜色比较亮丽的，尤其是秋冬季节穿的。本身秋冬季节温哥华就那么下雨下雪，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抑郁的情绪，那么就做了一套这种。就是非常简单、显瘦的、松弛的 hoodie 在温哥华是非常实用的，出去倒垃圾下个雨直接就扣上了。这个是一样的阔腿裤，上面这个是前面是拉链的这样子的短款小 hoodie，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跟其他的东西做一个搭配，在外面也可以穿，又减龄又温暖，然后又显瘦，半拉链半开的小中领上衣，下面是带松紧的，带2个口袋，给我儿子穿，然后我自己也可以穿。我儿子现在鞋子和衣服跟我穿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是共享的。Hey you, 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 called WorldQ. Anyways, 还有一款是我去年给我儿子做的，你看他已经穿的里面都染色了，里面是羊羔绒，外面是羊毛质地小小千鸟格中式小棉袄，这个盘扣是我自己做的。以上就是我秋冬季节的小手工的分享。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支视频呢，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分享。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